通知声终于又可以改回3全音了，还有全新 iPhone 内建日志 App 也正式上线咯。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讲苹果已经开放 iOS 17.2下载咯。这些更新其实还蛮多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在预料之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这次有哪些新功能还有特色吧。第一个当然是要来带大家把这个通知声改回来哦。那怎么改呢？首先我们到设定里面，然后我们去找到一个选项叫声音与触觉回馈。接着我们去找到预设提示这一栏，它现在是回响。然后我们点进去之后呢，就会看到3全音这个选项回来了。那我们就点它。它就会变成原本的通知声了。我觉得我对新的这个通知声没有什么偏见，可是我觉得它有点太低沉了，就是好像不太容易听到的感觉。你们比较喜欢新的回响还是旧的3全音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再来第二个我们要来讲到的 iOS 17.2新功能呢，就是全新的内建日志 App。那日志这款 App 写日记当然没有什么特别，可是苹果内建的这款 App 可是很不一样的哦，它就像是有灵魂一样，会自动去抓说你去过哪些地方啊，你听过哪些音乐啊，你的讯息里面有哪些讯息之类的，时不时还会给你来个人生的回顾。那怎么使用呢？就是我们更新完 iOS 17.2之后，你就会在你的桌面上面看到有这个蝴蝶的日志哦。那第一个就是他跟你说，它其实是可以设定通知，让你养成写日记的习惯的。那进来之后，你就会看到你之前写过的，或者是你要新增的话，就是按下面的加号。那点进来之后呢，它就会推荐一些可以把它写成日记的素材，例如说照片啊、录音档或音乐等等的。然后你滑到最下面，它也会推荐一些主题给你哦，就是有一些对人生的反思啊、反省之类的。那我们再看到右上角这边呢，它有一个过滤条件，里面它会依照不同的类别把它整理起来。就是例如说你想要回去找一个地点或者找一个照片的话，它就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把它排出来。那现在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如何新增一篇新的日志哦。就是我们点进来之后呢，它下面就有点像备忘录那样子，会给你很多的选项去新增不同的元素。例如说第一个这个有闪亮的笔呢，它其实就是原本的那个推荐的栏位，就是它可以自动去侦测说你最近做了哪些事情，然后把它新增进来。然后再来第二个是照片嘛，然后相机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录音，最后一个是地点，就是你可以新增一些你去过的地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按右上角的完成，它就会加到你的日志里面了。那我觉得这个日志很棒的，就是除了它会自动去搜寻你最近经历过的事情之外，我觉得长久用下来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它的整理功能可能会还蛮好用的，或者是回顾啊，或者是反思，就有点像我们的相簿，它有时候会帮你回顾那样子，或者是你的人生可能有一些目标之类，你也可以用这个日志来执行。我觉得它跟备忘录比起来是会比较有一种反省的感觉吧，因为备忘录感觉是一个纯笔记本这样子。那另外我们来介绍几个额外的特色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过，它可以定时通知你要写日志，养成习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用 Touch ID 或是 Face ID 把它锁起来。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可以透过 iCloud 同步，之后可能电脑或者 iPad 上面也有日志这款 App， 你就可以在不同的装置上面写日志，还有看到你过去的日志，感觉还蛮好玩的一款 App。而且它的封面超可爱，就是一只小蝴蝶这样。那再来下一个 iOS 17.2我们要介绍新功能呢，就是全新的小工具。那这次有新增2种小工具，一个是天气，一个是时钟。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到新增的小工具呢，是这个详细资料。那它是当天的资料，像是基本的气温、降雨几率啊，还有风速等等的这些。那个新增的小工具呢，是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就是比较简洁的版本。然后第3款是日出日落的时间，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可以把它加到桌面上。那再来下一个我们来看到时钟新的小工具哦。那这一款新的小工具呢，它蛮特别的，就是它的边边啊，那一条一条的其实是秒数，就是你仔细看的话，其实它在跑，就还蛮可爱的。我们可以把它加到桌面上来看一下。我觉得这款小工具是比较属于现代然后简洁风的一个小工具，就还蛮可爱的这样子。再来下一个 iOS 17.2的新功能呢，就是 Memoji 现在加入了更多的身体造型哦。就是现在呢，在最右边的这个身体，我们往下看就会出现腰部啊、胸口、肩膀、手臂等等的选项，你就可以去选择你自己的身形。例如说你的腰比较粗、比较细，然后胸部是属于比较丰满的，还是比较小的类型呢，都可以自己来这边选择哦。感觉有点像是那种纸娃娃的感觉，以后搞不好会有整个身体都可以选择哦。下一个 iOS 17.2的新功能呢，就是可以快速转跳未读讯息哦。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用 iMessage 跟别人聊天。那就现在大家看呢，我 iMessage 有一个未读讯息，然后我点进去，然后它就会出现右上角有一个箭头，有没有？我点下去，它就会转到我还没有看到的第一则讯息。再下一个呢，我们来讲到 iPhone 15 Pro 系列限定的2个新功能。就是我们都知道15 Pro 系列这一次把静音键换成这个动作按钮嘛，那动作按钮就可以设定成很多不同的功能。那在 iOS 17.2加入这个翻译的功能，那翻译功能你按一下呢，就可以开始用语音转换成不同的语言。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新功能，你可以用15 Pro 系列来拍摄空间影片。
这个空间影片之后就可以用 Vision Pro 来看哦，等于是一个 3D 影片的概念。那现在最高画质是支援到 1080p， 然后30 frame， 所以就是非常期待 Vision Pro 的推出。那到时候也希望我们可以抢到一台哦。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 iPhone 15 Pro Max 限定的新功能，就是望远镜头对焦速度变快咯。就是据说这次更新之后呢 ，iPhone 15 Pro Max 用远距离拍摄小物体的时候，对焦速度会变快。所以有拿 iPhone 15 Pro Max 的各位就可以测试看看有没有改进咯。再来还有另外一个 iMessage 的新功能，就是你可以用贴图来回应对方的讯息。例如说我现在长按这个图片，它里面就会有一个加入贴图的选项，我就可以用不同的比较好笑的贴图来回应对方了。而现在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图片来制作贴图，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哦？就是按一下这个贴纸的符号，里面你就可以用自己的照片啊或图片来制作不同的贴图，像这样子就可以回应别人。而且它好可爱哦，它的那个贴纸还会出现在不同的角落，超可爱的。你就可以帮对方的回应加很多贴纸，超可爱。下一个呢，我们来讲到专注模式，现在可以加入 Apple Music 的过滤器了。那这个功能是怎样的功能呢？就是我们平常把手机借给朋友听音乐的话，不是都会有一点害怕说他听的那些音乐会影响到我们本身音乐的推荐吗？那如果你不希望它影响到我们的话呢，就可以到工作模式里面来新增一个过滤器。你打开这个专注模式，然后借给朋友听音乐的话，就不会影响到你原本的 Apple Music 的音乐推荐了。那要怎么设定呢？我们到设定的专注模式，就是这个月亮的标志里面，然后呢，你去找一个你想要设定的专注模式，例如说工作好了，然后我们滑到下面呢，去找到加入过滤条件，然后在右上角有一个音乐的部分，这边呢就可以选择说你要不要使用聆听记录哦。那如果把它关起来的话，就不会影响到你的音乐推荐了。现在的 iOS 10.2 新增了一个新功能，就是当你有已经登入 Apple ID 的装置在附近的时候，你就可以用那个装置来解锁你现在要登入的这个 Apple ID。就是例如说我现在电脑要登入 Apple ID， 然后我的手机已经是登入的状态的话，我就把它放在附近的话，我就不用再输入一次密码了。感觉非常人性化，也很容易忘掉密码。真的 Apple ID 千万不要忘掉密码，真的很麻烦。那下一个呢，我们来讲到一个新闻呢，就是苹果现在开放了一个机器学习的架构给开发者使用，是不是听不太懂？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开放给我们普通人使用的，它是开放给开发者去研发他们的机器学习软体。那这个架构非常特别的，就是它里面的东西都是可以在装置端上面运行的。就是我们知道苹果是一间非常重视隐私的公司，所以他们其实并不想要建立一个像 ChatGPT 那样子所有东西都上传到云端的一个软体。就是现在这个新的 MLX 架构呢，它是可以在任何支援的装置上面运行的，也就是它可以在手机上面运行，然后不用联网。也就是说，以后这个东西成熟的话呢，你的手机上面就会有很多个小小的机器人，然后不用联网也可以执行之类的。那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感觉是还蛮期待。那讲到 AI 就一定要讲到 Siri 啦，觉得大家都会说什么苹果的 Siri 没有救了什么，但是在这次 iOS 10.2，他们有开放一些新的权限给 Siri 哦。首先第一个他们开放的权限呢，就是查询健康资讯，你可以直接询问 Siri 你的健康相关的资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开放 Siri 可以查询海拔高度，就是你可以直接问 Siri 说你现在海拔是多少，这样就是如果你在登山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直接问你的手机，就不用把它拿出来。再来第三个他们开放的权限呢，就是询问抵达时间，就是如果你平常有在用 Apple 地图，然后你可能今天在导航，例如说你在开车之类的，然后你没有手去用手机的话，你就可以直接问 Siri 说你的抵达时间还有多久。不过这个功能现在是只有英文国家可以使用，就是台湾还不能用，这样之后可能会开放。那下一个很酷的新功能呢，就是现在英文输入法可以预测字词咯。例如说我 How are you 打到一半，它就会直接侦测下一个字是 you 这样。那我猜这个功能应该不只是这样子，因为原本你的键盘就可以预测下一个字嘛。那我觉得这个功能可能是你用越久，它越知道你下一个字要打什么，然后甚至久了，它可能会可以预测整个句子这样子。不过这个是我个人的推测。那如果你想把这个功能关掉也是 OK 的，你可以到设定里面把它关起来。再下一个我们要讲到iOS 17.2新功能呢，就是现在无线充电的新规格气2可以支援很多的 iPhone 机型了，包含 iPhone 13、iPhone 14、iPhone 15全系列现在都可以使用咯。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iOS 10.2的全部的新功能，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呢？欢迎在下方留言。之前有很多观众都跟我说他们非常期待全新的日志 App 哦，那现在出来终于可以好好的体验了。那大家使用之后如果有任何的感想，不管是抱怨啊，还是你觉得这个很好用之类的，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